Hi guys, it's JR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是衰弱症。但是在我们一头跳进去之前呢，先给你们看这一张 X 光照片。这个是我几年前耍笨造成的脚跟骨粉碎性骨折，骨头终究是痊愈了啦。但是在我第二次开手术要拔除钢钉的时候，我半身麻醉，手术开到一半，医生走过来跟我说：“那个李先生你那个钢钉有点拔不太出来呢。”哈，你讲什么？后来回诊的时候，医生告诉我说，他从来没有遇过这种状况，因为跟我同年龄的上班族相比呢，我的骨头密度很高，愈合的太好了。这到底是好还是坏？医生推断应该是因为我常常在运动，常踢足球的关系，所以我第一次才意识到，哇哦，原来运动真的可以长保年轻啊！所以究竟什么是衰弱呢？衰弱不是必然的老化，但是它会发生在很多老年人身上，甚至会提早来报道。怎么说呢？如果你不是一个很爱动的人，从30岁开始，你的肌肉量就会开始流失。到了40岁之后呢，变本加厉，每10年就可以流失高达8%的肌肉量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你能想象你的银行存款每10年就减少8%吗？所以咯，健康也是啊。到了70岁，肌肉量流失的速度甚至会翻倍。衰弱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肌少症，但它绝对不是唯一的噪音。衰弱也会受到老化、营养不良、受伤、生病等因素影响。如果你不是在节食，体重却突然掉了很多；如果你比起往常更容易感到疲倦；如果你开始感到越来越没有活力，或者是手脚无力，你有可能正在走向衰弱。我会建议你到家庭医学科门诊做老年周全性评估。虽然我们总是说预防胜于治疗，但是好消息是，衰弱是可以逆转的。我妈妈开过2次人工髋关节手术一直以来她双脚都很没有力量，走路都是一跛一跛的。后来呢，我开始强迫我爸妈动起来打羽球。我老妈一开始连弯腰捡球都做不到，打个10分钟就气喘吁吁。慢慢的2-3个月的时间下来，现在可以一次打满40分钟，中间只需要稍微休息一下。连我老妈自己都说了，我现在觉得我真的腿比较有力哦。看吧，衰弱是可以逆转的，不要灰心。但重点是该怎么做呢？你需要的是适度的运动和充足的营养。1个礼拜运动3次，一次运动30分钟，而你的运动当中应该要包含这4项：有氧运动、肌力训练、伸展运动和平衡运动。你可以把有氧运动视为心脏和肺部的健身运动。打羽球对我妈是很有用啊。顺带一提的是，这一类的运动可以强化你的手眼协调能力，可以减少罹患像是失智症、阿兹海默症的几率。但是如果这类运动对你来说太高强度了，你也可以从比较轻量的运动开始，像是打桌球、木球或者是快走之类比较适合的运动。肌力训练方面，记住老化总是从腿部开始的，因为你的全身重量是由你的下半身支撑的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居家小运动，可以帮助你恢复小腿和大臀肌的力量。双脚站开，与肩同宽，膝盖与脚尖同方向，屁股往后坐，想象自己要坐在一张椅子上，双背可以往前延伸，好帮助平衡。记得肩膀不要超过膝盖哦。颈椎与尾椎要成一个平面，头不要上扬，大腿尽量与地面平行，但是量力而为就可以了。然后再站起来，恭喜你，你已经完成了1次深蹲。假以时日，一定会对你的肌力有很大的帮助。另一个对肌肉很重要的就是柔软度，使用弹力带或者是经典的毛巾就可以拿来做伸展运动。在 YouTube 上面都有很多的教学影片可以观看，但是切记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程度来挑选哦。最后是平衡，好的平衡让你脚步更稳健，不容易跌倒。那么有一项很好的运动就是博大精深的太极，因为在太极拳里有很多重心转移的动作和单脚站立的动作。另一项很好的选择是瑜伽，一样在 YouTube 上有很多的教学影片，不过一样的还是要慎选啊。但随着充实的运动，你还需要充足的营养。全谷杂粮类、豆鱼蛋肉类、蔬菜类、水果类、乳品类、
油脂及坚果种子类。在6大类食物当中，有一项是经常被年长者忽略的，因为有这么一个迷思是说老年人不要吃太多肉，偏偏肉类是很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哦。而且现在科学已经证实，蛋白质摄取不足跟衰弱症有高度的关联，所以建议是每天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，每公斤体重1.2公克蛋白质，以一个60公斤重的成年人来说，就是72公克，大约是你5个手掌心的大小。摊开你的掌心，让我量量你。对不起。所以究竟怎么预防或甚至是逆转衰弱呢？重点就在于营养、适度的运动，还有保持心情愉悦，这就是维持身体健康和身体强健的 Pebble。卫生福利部关心您，我也关心你。Peace。